很想合作但没有机会合作的，应该是郑云龙了吧？郑云龙和阿云嘎。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成熟的音乐剧演员。我从第一期就开始夸郑云龙，海拉拍打岩石就是他。我在台底下看他演唱的时候，他迸发的情感特别想让我有一种想融入的感觉，所以说我特别想跟郑云龙合作。阿云嘎是非常成熟的音乐剧演员，他如何把控情感和把情感传递给观众，这个是我特别想学到的。郑云龙其实大龙哥我知道他，有一次呢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去北京，当时去看一个什么音乐剧的这个颁奖的一个典礼，我当时看到他了，但我不记得他名儿，但我记得他长相，因为很帅，因为特别像三星堆，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当时我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刻。然后当大龙哥当时来的时候，那一天在厕所碰着他，然后我就问，我说云龙哥，你是不是上次去参加的那个什么哦？我说是不是就你？然后他，对，是我。就他特别冷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开始，好的，我说我见过你，见过他，他是吗？然后全场鸦雀无声，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。就是他一张嘴的那一刻，就天就聊死了，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所以说，刚开始认识他是这样，他坐那儿平时戴大墨镜儿，你不是睡觉就听歌，要么就是听着歌睡觉，他就坐那儿啊，也不跟人聊天，然后之前坐的那个首席位置上也是翘二郎腿，坐我旁边3分钟，哈哈哈哈就开始笑，整个人就人设崩塌，就在那一瞬间。他后边还怪我，他说他就记恨我，是因为我把他的人设搞塌了。但他平时生活中特别逗啊，他舞台上跟舞台下完全是两个人。舞台上呢，音乐剧王子邓云龙，对。然后舞台下呢，对吧？就是一个，我的妈呀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就光头强，对，就跟光头强一样，动不动砍树，对，反正就那样啊。然后龙哥呢，是我第一次见他9月份，9月6号在台里，他刚过来的时候，龙哥呢在那个化妆间就弄了一个承重墙。一个柱子凸出来的，搬个椅子贴着墙坐着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你知道他那个表情，那个嘴是这样，因为没人理他，没人认识他。当时嘎哥也没，嘎哥也不在，然后我就说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”然后别人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上海演音乐剧的王子郑云龙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哦。”然后一开始不熟，他也只跟嘎子哥说话。开始录制之后，坐在那个首席的台上，第一期的首席台是比我们坐的那个位置要高的，他坐在上面。然后当时是穿了一个黑色的长筒袜到这儿，然后裤子短，中间露了一片肉，然后还这样坐着，然后看我们也是，就是这种。居高临下的这种，到后面他人设是怎么崩的呢？可能也是就熟了之后，发现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对，然后经常我们跟他开玩笑也没大没小的。每次大家都会发一个我的炒热评，其实挺开心。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发的那个东西就让人感觉很逗，然后就当回复了嘛。对，他也加油。然后大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是节目中最皮的仔，那你有干了什么皮的事情？皮的事儿，我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应该就是。我跑到他房间，然后他那个因为是单人间，他房间冰箱里面是酒店给他们放的那些饮料。我一开始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房间双人间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也跑到他那儿，就一罐一罐可乐拿着开。结果酒店的可乐是40多块钱一瓶，一听就是普通的
真的要控诉一下，普通的这可乐就这么大啊，46块钱一瓶。对，我给他喝完了。然后他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弟弟，我觉得我早晚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。但是后来我请他吃饭了，对，我还肯定要补的，人钱又不是水漂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不知道，比如说就是龙哥他最那个的，他让我最敬佩的一点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演出，不论歌有多垮，他永远是这种，就是你看他，如果要是你不听他唱的东西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特别自信。但是你一听他唱，那就会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感，对。其实大龙哥和嘎子哥如果同时掉水里，你会救谁？我跟西哥在旁边看着吧，对。他们，你别看嘎子他那长得老，其实他挺年轻的一个人啊。说一家三口嘛，就是大龙、嘎子还有蔡蔡一家三口，连续隔壁老叔。对于这样的设定，你们满意吗？哎呀，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双云就是还挺这个认可的啊。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并不想掺和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啊，这个里边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冥冥之中就安排了你第一次跟这个龙唱《慢慢喜欢你》，然后第二期就接下来就是嘎子他主动选的我，所以就没得玩儿。对，就是我真不愿意搅和他们在里边，真的，就表面其实很嫌弃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是因为关系好，才会有这样的互动。对，那你现在对他的时尚造诣就觉得有进步吗？其实我刚才看到了，穿的像那个18罗汉里面铜人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黑土金的颜色，本来长得就黑，然后穿了一个土金色的，然后下边还穿了一个就是黑色的裤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，就是他一个，这大龙一个，大龙吧，他不太会穿衣服，但是人长得洋气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长得洋气啊，长得不洋气，你说你穿你，真嫌弃。西哥是怎样成为大龙和嘎子哥的头号粉丝的？我什么时候是他们的头号粉丝了？你的粉丝的提问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我重新建立这个人设，你不是他们的头号粉丝。不是我确切的说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比较回避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个人问题，就是因为从一进来，我就特别不想就是搅和他们这种事儿，就是你们俩做你们的，我有我的深深的。节目中哪位成员和初印象的反差是最大的？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人，郑云龙。大龙呢是一开始，因为我们可能只是以前见过面，但是没有就是一起深聊过。然后这一次他来的时候，好像也比以前头发短一点。然后见他第一面，觉得哇，这个人好高冷啊，就是坐在那儿就是那种。对，不说话，然后就背对着我，就那种。我第一次和他见面，在花园圈里面背对着我，就是那种很高冷的感觉。然后第一次上首席台的时候，也是坐在那儿，高高在上啊，就是没想到后来就人设崩塌到那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张着大嘴眯着他的大眼睛，然后一聊起音乐剧，聊起音乐来，就简直是。又失态了就，对，就是很可爱，是吧？但是阿云嘎和郑云龙呢，就更有意思了。他在那个就所有的观众面前呈现的永远都是王子，啊，就特别贵族的那个样子。可是私底下他们完全不是那样，所以我也想，如果我们要有机会能合作，就是把他们这个王子的一面给他完全抛掉。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他们俩到底是怎么样子。是我其实也跟嘎子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因为这嘎子吧，他这个性格，我后来分析，
他是属于是服务型性格，就是人缘很好，就是很随和。像我们属于是，我们有底线，我们也有上限。等一下，这是在夸就我吗？是要有原则。后来不就崩了吗？我们俩。让我感觉就是有一个很惊艳的一个成员的话，我觉得是郑云龙，因为他在舞台上的那种的表现力非常的抓人，入戏的状态，带领观众从歌声、从视觉两个方面来进入到这个歌曲的情境中。就是龙哥长得帅，不是。啊，龙哥不帅，记住啊。他长得真的，我没看出来他哪点帅，但是他真的在台上很帅。对，行了，也拽不回来了。我最感觉到惊艳的舞台，大龙哥他的那个变身怪医的一个20次变身的一个片段。我劝你别再妄想，快放弃这念头。他一直跟我说他演过这个剧，而且跟我说过剧情，所以我就非常会被他这个剧情吸引，所以那天是真的非常震撼。据说像大龙哥一样投入200%全情投入，才能感染观众。我一开始我也不懂，但是是在跟大龙哥唱那个《对不起我爱你》的时候，他会跟我说，你要把你之前的一些经历，一些让你痛苦啊，或者是让你难过的一个，要在这一刻回忆起来，要在舞台上。我觉得这应该是算一个积累。这个节目你们第一个记住的人是谁？郑云龙，他第一天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台里第一天试妆见到他，他就一个人就这样翘着2条腿，背对着一个柱子，坐在一个凳子上，跟一尊雕塑一样，就一直拿着那个范儿。然后我以为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冷？如果现在让你在一座孤岛生活1个星期，只允许带1个人和你作伴，在王希、阿云嘎、郑云龙中，你会选谁？王希、阿云嘎、郑云龙，我会选择阿云嘎，他这人特逗。新的一年来了，在王希、阿云嘎、郑云龙选择1个人问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，你会问什么？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我特别想跟阿云嘎在草原上喝酒，所以说我就想问他到底能喝几斤。阿云嘎像草原上的鸿雁，他很自由。郑云龙像郑云龙就是舞台剧的化身。我想不出来郑云龙除了舞台剧还能干什么。